美国为了压制中国专门打造的作战部队里边，电磁炮为什么会注定要缺席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在军舰上用电磁炮开火，世界上有2个军队曾经实现过，一个是中国的解放军海军在登陆舰改造的平台上进行过试射。另一个呢，就是好莱坞的美国海军用电磁炮打过变形金刚，所以我们现在去埃及还能看到金字塔。当然了，玩笑归玩笑啊，其实大伙儿也看到了，中美呢在电磁炮这个领域呢也是有一段竞争的。原来呢大家都在琢磨说中美2国的电磁炮到底谁的性能更好啊，谁先服役呀？你看那个照片上来看，美国的电磁炮呢颜值还不低，咱们这个电磁炮一亮相的时候是拿一个这个布一裹着，大粽子似的，看起来还真没有美国那个漂亮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个竞争好像已经没什么悬念了，因为美国海军那个电磁炮项目啊停了，时间是没少用啊，10几年，银子没少花，上千亿美元出去了，然后宣布不再拨款，不玩了。美国把这个项目就给临时性的放弃了。那么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一种新概念武器，而且国内对这个电磁炮的评价很高啊，前景很好啊？可美国为什么就放下了呢？就不怕中国竞争吗？其实美国这个放弃呢，应该是有几个考虑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啊，美国经常会放弃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先进、非常前卫的好东西、好设计。比如说 XB-70轰炸机，XB-70拿到现在来看，那个飞机啊都是漂亮的不行啊。很有现代感，那今天看也是很有现代感的，3倍音速的设计啊。但是为什么停下来不要它了呢？生产制造比较复杂不说了，而且那个时候指望这个飞机飞到这个苏联头上投弹，后来发现弹道导弹更好使，这个轰炸机就基本上没意义了，就是它这个武器跟时代不吻合。还有科曼奇直升机也是一样，因为这个苏联解体之后，就是美国人发现俄罗斯大规模攻击这个态势啊，这可能性不是很高了，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对付集群装甲目标的这个项目都下了马，科曼奇也觉得性价比不够，也下马停了。其次呢，就是这个武器啊，可能它的概念距离实用化太遥远。我们现在可以造出工程样机，可以把炮弹打出去，但是你造出个工程样机，1分钟打1发、打2发进行测试使用，和造出一大批可以上战场的装备的武器，那不是一回事儿啊。因为你要上战场的话，你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状态上战场。你做实验不用啊，你后边跟着厂房、跟着发电站都可以啊。你比如说这个电磁炮，有人讲话说你电磁炮的能量发射的话，可能瞬间需要后边多大的电源的跟着，才能保证连续发射。你这么大堆电源，你上战场怎么上？后边拖着电站怎么拖？都是问题。第三呢，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太贵，玩不起。比如说80年代的黄蜂反坦克导弹，波音公司设计了，休斯公司也设计了，绝对是集群坦克的杀手啊！导弹一发射之后，弹间是有数据链的，就是能够保证1枚导弹打一个目标，各自分配目标，还不打重复了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美国就玩这个玩意儿，毫米波的呀，搞出来没有？搞出来了，太贵，连美国都买不起，后来也飞了。那么电磁炮对美国而言是什么情况呢？3种条件全具备了。第一个就是不能够满足作战环境的一个要求了。你看美国面对中国专门打造的那支多域作战部队的编制，强调的就是远程啊，在整个编制、整个编程里边有3种火力打击单位，最长的2000多公里射程的巡航导弹，最短的也是500公里或者300公里级别的。那么美国人觉得电磁炮到现在研制这么久了，也只能把一个小口径的弹丸打出去200多公里。那个威力啊，穿透力可能比较强，但是爆炸能力跟这个巡航导弹比没法比呀。而且你这个射击速度又不够，效率又不高，总觉得是不如导弹，所以玩起来怎么玩？射程又不够，那么这种情况下又没法让舰艇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开火。第二呢，就是使用电磁炮进行射击，现在还是工程样机阶段嘛，射速很慢的。现在号称美国做到的是1分钟2发，1分钟2发对地攻击，打击一些固定设施可以，前提是你口径够大，你不能钻个眼儿啊，你还得有炸药啊，你得炸人家才可以啊。结果美国人搞这个强调半天是什么呢？就是速度够高，穿透力够强，打军舰为核心目标的。而美国的弹药呢，又远远没有成熟，所以搞一个200公里射程的以穿甲为核心目标，射速1分钟2发还不能制导的玩意儿，干嘛用啊？所以弄不好效费比还不如导弹，又是类似一个朱姆沃尔特的感觉，又废了。第三呢，真是钱的问题了。前2个问题不解决的话，国会就看不到前景，国会看不到前景就不会拨款呐。
那么国会要觉得你想用电磁炮的话，就不是给军舰换个炮的事儿，而是整个军舰结构要大改，否则你这个能量电源你们没法供给啊。而现在军舰进行改造的话，那个成本也很高，甚至比设计建造新船还要贵。所以在美国呢，电磁炮可能有点生不逢时，技术是不是会发展？可能会发展，但是美国人觉得等它发展起来再对付中国，可能赶不上。不过呢，再看中国国内，反正呢，目前我们还没看到国内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中国要终止电磁炮的发展。咱们的这个马文伟马院士嘛，一直强调说未来用电磁能取代化学能，炮用电磁能了就是电磁炮，然后呢，10米级的是电磁炮，100米级的就是电磁弹射，航母上用的。到了1000米级以上的就要玩电磁发射运载火箭了，或者是军舰上也可以发射巡航导弹都可以嘛。而且电磁弹射的成就我们也看到了，国内的这个003大家都知道要用电磁弹射，而且据说是成功率非常高，可靠性比美国的还好。电磁炮我们第一次海上实验成功，也是有新闻报道的嘛，公开报道说的是出口的速度到了每秒钟3000米，动能很高了。那么马院士发表的相关文章里边也说，这些装备的发展呢是非常看好的，前景光明。说明什么？虽然我们同样也是在工程样机阶段，距离实用呢也同样有一定距离，但是我们在电磁弹射和发射这个领域基础显然更扎实，理论水平走的方向更正确，没有点错科技树，有足够的意愿和实力进行后续发展。所以要形容以后在电磁炮领域的竞争态势的话，我觉得用一骑绝尘这4个字应该是非常合适。好，关于美国电磁炮为什么退出了这个发展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